好，两位弟弟到了，欢迎两位，有请。来，欢迎。刚刚有聊到你们在平行。 说我们坏话是不是？没有，怎么会？来，杨哥好，嗨，那个弟弟们可以坐在中，要不然因为我们刚才差不多说了很多内容，你们往中间坐。没事，我都不存在，你们两个坐那边。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你们交接下来吧。别，主要是我这边脸好看，让我往旁边坐。他真的偶像包袱贼重，我这边脸那我还是不是给弟弟们更多跟那个主持人交流的机会。那就这样吧，两位弟弟坐 C 位，然后你们就坐下，我跟也不要谦虚了，我怕你们推来推去，等一下在我们现场碰瓷，好不好？来，博远，英志文的博远应该是老原住民了，因为昨天也在我们的现场，对不对？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原住民的朋友们，大家好。哦，不是原住朋友，我是原住民，对不起。大家也都是原住民，这样好的舞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原住民，Into One 博远，有点紧张。欢迎。对，今天有点紧张。来，周逸轩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逸轩。欢迎。哦，邻居。对，我们的邻居住一个小区。是现在吗？对。哦，之前呢有没有在平行时空当中有相遇的？因为刚刚苏醒有说你们之前有一起练习舞蹈的经历。是。然后他也是我前老板。 对，是真的，是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在大学的时候还在在外面教舞蹈，然后在那个苏总的工作室教当舞蹈老师。哦，他给你1个小时的课时费是？那就不说了，我们后面有舞蹈总监在上面，其实我是不清楚的。对，后来立刻甩锅。商业机密，对的。哦，后来是不是因为太苦了，过不下去了，离开了？没有，后来主要他们工作室倒闭了。不是，这是因为那个工作室办不下去，才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你看，感谢你。你要这么讲，我是为了逸轩的个人发展，对，忍痛激励他，关掉了工作室，不要在这里教舞蹈了，去努力，去争取自己的梦想，开创自己的天地。最后我们才成了邻居。对，你看看，太励志了！哇，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太精彩了。哦，今天其实4位原住民歌手，他们都在平行时空当中有过交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是参加过歌唱比赛的，在不一样的时期。而张远就厉害了，2个时期，都试水过。但是他2个时期的名次不高呀。后面你不要这么真实啊！不要这么扎心，我2次都下位区是吧？是这意思啊？I'm sorry，是这样的哈。我还要撒一把盐，所以张远其实是经历了2个时期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叫做我有你没有。那你看我就是你和苏醒，我们把它归在一个年代，然后周逸轩和博远我们归在一个年代，是你们这个年代参加比赛有的，和他们那个年代参加比赛有的是。有和没有的，看看谁能够 battle 过对方。可以 ，OK， 好不好？好。那尊老爱幼的话，先从爱幼，不是开玩笑，看尊老。先从不是你尊老，你看我干什么？他比我大，真的是，你真的是，主要他们坐得太近了，就1岁，这还看不出来吗？哎，你知道吗？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博远，今天就是一脸吃瓜的样子，好开心。因为我今天是弟弟，我很开心。是不是就很开心？昨天我知道博远就是在自己团队也是这个哥哥。对，是非常哥哥的歌。然后昨天跟我们彩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感觉像在跨境的电视机里跟你们合唱。真的，因为3位的演艺生涯我都是从头开始看的。哦，追着看的。对，而且他很有礼貌嘛。昨天上台的时候，我感觉还有点拘谨，我就跟他说，放松 relax。我们这都是一帮老不正经的，你就随便聊随便唱，有什么不知道的就问，然后有什么想分享的就说就好了。等你老几岁也是我们这个样子，你以为呢？哎呀，都是过来人是吧？不要这么扎心好不好？直接把话说的这么明白，偶像从上面拉到地表。是的，不要这样好不好？来，我们要做好准备，正式开始我们的第1轮比拼了，好吧？你们有，他们没有的会是什么？从张远开始。那我就说我那个嘛，对不对？我试过2次水。试过2次水，2次比赛理解嘛？对，就我参加过2次，而且是这个非常国民度非常高的这个唱歌比赛，是不是？你们有吗？我参加过，我也试过2次。哦，这样子啊？输了，弱了。19年的时候1次，然后这次1次，2次，对不对？啊。输了。19年你在隔壁平台也是，不是现在这个平台，对，跟你其实都是19年的，我知道，对，那是。哎，没有赢，那只能派
苏醒了，好不好？说一个你们这个年代有他们没有的。我们那个年代有特别毒舌的评审。哦，我知道是谁。你说的难道是？就特别毒舌的都有啊，他们那个好像已经不是这个模式了，不是，我们都是夸夸，我们还是鼓励型的，对，夸夸多，对啊，都是比较那个，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有直接一针见血，说到你在台上颜面无存的那种，而且还是直播，他们直播 live 直播，你那个时候有印象深刻谁对你说过很不客气的话吗？对我都还挺好的。他那个时候全是夸他的，这倒是。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觉得苏醒现在已经是个明星了，这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有一定要那个嘴型，是不是？对，就是包小柏还是吴启贤老师说的，应该是对，好像是就是这两个对。哇，一下子他当年的那个形象在我的脑海当中浮现。当年亚军嘛，绝美是不是？23岁的苏醒绝美是吧？不要再嫉妒他了，酸死了你！没事啊，就是你的表情找一找他，好他是为了显得我现在很丑，所以他故意这样说。也不丑，他哪儿丑？哎，这个要问一下苏醒，你觉得自己跟当年得第2名时候的自己相比，颜值上是划等号？谁能保持住呀？肯定保持不住嘛。但是，状态、心态，然后各方面，就是我曾经有一个采访里说，对这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把控感。就是会很自在、很舒服。对他现在非常就比较自如了。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不想做的我可以相对合理的去拒绝它。也不会去看谁脸色，然后也不会去刻意维系什么关系。我无论在节目里还是在镜头之下，都是一个相对松弛和真实的状态。就像跟他，你说平常我们聊天，这儿有机器跟没机器其实差不多。就像我们的那个团的综艺节目，可能大家也看了。为什么那哥几个我们这几个能够是那种状态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太多顾虑了，好像这是一个所谓的综艺节目，我们要去表现什么梗，编导先写好，这边要去表现谁的什么人设，那儿有什么桥段情节，哪儿接话 ，nothing， 我们就真的有时候看到大家会觉得智商可能比较低啊，尤其是张远跟陆虎啊这种啊，但是很愉快的，要我可不认我这就是现在我想说，我们现在可能跟那个时候比，你说颜值真的扛不住，连张远这么精致不爱他都扛不住，但是状态啊。特别是一个男生状态的松弛，我觉得是最终极的你的可能你的那个魅力的展现吧。是，我认同。认同。我想。好，那这一轮我觉得应该属于前辈组获胜哈。来，接下来我们继续。逸轩，你们这个年代有的，他们没有的。一次试水有100个人一起。哦，就是在一个寝室里有100个人一起睡，一开始上来就住一起啊。哦，对，100个人有啊，你们有，你们当时几百个？我们是100个人大通铺啊。不是，你们那届住一起的时候是13个人，就承包。你俩说的不是一个比赛哦，对，因为他有2次试水。你跟所以你俩是一组的，要一起算。你不能算第2次。嗨，现在的后辈厉害吗？对吧？说你俩要打包一起。你还把我这个人分流了是吧？认不认？07年的那个我看了，就你把我当成现在的我，就是你把我当07年的那个我。现在就是对。对，好，可以。只能认。可以吗，远哥？可以把我劈开。好，来，赶紧反驳，你们有，他们没有。哦，立马就要过去。果然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不是特别高。我想染一下，你们有，他们没有。我们有。你们那个时候有那种。他们每周的比赛都是直播。对。这个是，他替你说了，不是那是我们是 live， 他们是录播，真的，我们是没有耳返的 live， 他们是地反，他们就是地反。哎，你真的知道很详细？看我每期都看，现场直播地反，然后也不能出错，也没有什么现场修音，那时候都没有那种，现在有那种现场挂 tune 的，那个时候没有，真是干声出去。他们那个舞台我印象太深了，钢琴的那个舞台，所以当时是真的是靠实力。取得的第2名的好成绩，来，又要迟来的掌声，怎么？可能迟来了20年，但这个掌声要给你。虽然不太服气，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当年的苏醒，确实，我跟你说，无论从这个心理素质、舞台表现啊，这个才能、颜值都是确实都是厉害的。哎，我跟你们说，大家都是就是梦回当年啊！大家还有你们有他们没有的吗？我没有他们没有的，我觉得是那个，我们现在是拿 APP 投票的。这个太犯规了。不是啊，你们那个时候只有短信投票。对啊，我们小灵通啊，什么就是那个。现在短信都没人发了。那个时候我好像还给苏醒投过票呢。那你要这样说，我们那时候有彩铃。对，还可以买他们的歌。你看看。
快快还我那15投你的5块钱的票，他一天15也蛮多了。那个时候一个人可以投最高可以投15票。 15票一哦天，对。加在一起也就几块钱嘛，对不对？谢谢佳姐。好，不客气啊、但真的是梦回当年哈。来，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再来？哎，轮到谁了？轮到苏醒了。对，我们有，他们没有的。嗯我刚想说那个彩铃给张也说了，看看，我们有。你们有彩铃，我们还有会员呢。啊，对，厉害。哦，对，也是。对啊，现在得充会员。是，就像我们一样啊，成为百视 TV 的会员才可以解锁我们的幕后空间。 OK， 这是条广告。嗯对。那一届，你们是不是有每周小考？我记得。对，但是你们当时的造型其实也很特别。等一下，我们有来自韩国的知名造型师。锡箔纸的那种。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杀马特造型，对，吗？我是杀马特本特，我真的是鼻祖。这一根但当年是很挡额头，时挡半边脸。髦的。上热搜当的看见年你确定吗？你看看网上有一些短视频，当年是时髦的我们当年的心里也是很崩溃的。我觉得他们的表情反映了一切吧。对，也只能接受，没办法。那时候就是每一根就是都要非常的精致，就特别要滋出来，然后特别。我在电视机面前看，哇，这就是现在的时尚。我那时候哇，哎，那时候作为学生的时候，会想要说去尝试他们的这种造型吗。我初中的时候很乖，安全牌，但是很心里觉得哇，好帅这样。看看，默默的羡慕。会我还出现在过理发店里。什么？你出现在过理发店，你是什么意思？就是理发店的照片，你怎么会知道你出现在理发店里？你去剪头发。拍的呀，就歌迷有模板，对模板我要做张远这个你想剪哪发型。个头？发型哦，这个吧，哦，这张脸。哦，模板。你有没有自己去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很适合这个发型，哎，你可是张远长得有点像，哎。我不太敢进去，有时候看。哦，对，赢了，赢了，赢有时候会了。看到，但是不敢进去。对，哇，跟大家聊这么多，就已经有一种回忆杀的感觉了哈。啊，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都是我们的所有百视 TV 的会员，所以很感谢你们支持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每日鲜鱼要给大家带来第一波福利啦，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每日鲜鱼打在我们的屏幕上，稍后呢就会为大家来抽取3位分别可以获得的是每日鲜鱼所提供的1升装的4瓶我们每日鲜鱼的鲜奶，所以赶紧哦，赶紧哦，赶紧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要跟大家说，在我们抽完奖之后，会让大家来玩一个游戏，因为我们今天是平行宇宙的舞台嘛，大家可以幻想一下，除了自己之外，其余的3个人如果出现在平行宇宙当中，会是什么？它可以是一个美女，是一个帅哥，是一个你向往的职业，也可能是一棵树，一块石头，都可以。给大家一点思考的时间，好不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先抽一波奖哈。来，另外3位，想象他们是什么？对，想让他们不用说自己，我先下载一下我们的百视 TV。送会员吗？记得付6块钱哦。现在打折，在打折。现在马上，我想什么叫真实 real？我现场现在下载。现在打真的折。你竟然都没有弹幕的反馈嘛？其实你看我这边也可以，大家都说已经笑死了。是不是？现在充6块可以到10好，元。我们先来抽第一波奖，好不好？来，好张远帮我喊个停，好吗？好，那就3、2、1，停。不会是苏总吧？来，不好意思，没有人符合要求，因为大家都没有打每日鲜语，果然很像张远粉丝的习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好，对不起，我们作废，我们继续每日鲜语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你先看有出现的时候，我们再说起。好。每日鲜语，每日鲜语，每日鲜语。哎，各位网友朋友们，不要一直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现在在抽奖，好不好？每日鲜语跟我们打起来，大家都在说博远今天好开心哦。对你是跟哥哥在一起很放松，是不是？真的，今天超级自在。因为他昨天都没有笑得那么放肆和大声，是不是他昨天就是默默的，也都没这样我也没有这样了，也没这样。我也没有这样。都这样。这个特别好。今天上台绝对不行。我下载了。本机位需要付费观看。是啊，我跟你说了要成为我们所有机位。对的，只要6块。我点。你还差6块钱吗？可以用到10月。苏老师差6块钱吗？不至于，不至于。当年你都为我投了5块了，是不是？还有那1块钱我会折成每日鲜语送给你的。好嘞，好嘞。好，来各位宝宝们，赶紧的好不好？对，你看，就是博远开始做弟弟的时候就特别轻松自在吧？对。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在一块儿，我就是弟弟，哇，我就是开心，哎，是哦。我就可以变得无脑。对。
哎，大家好像真的很认真的要看你们玩游戏。那这样好了，好不好？大家都不刷每日千语的话，稍后他们去表演的时候，我把这个抽奖的机会再留给大家，好不好？现在我们先看各位玩第2个游戏，就是彼此是你心目当中的平行世界中的什么？我们先从脑洞最大的。离我最近的导演开始。我脑洞还大，我脑都堵住了。我本来是想说脑洞最大，然后看了一下也不知道说谁，那还是离我最近的吧。平行时空啊。你先说3样东西，然后让他们3个人来猜，这3样东西分别对应的是谁？有没有猜对的？你说3个，然后他说3个，他心里有答案，然后分别那个是吧？你们3个来认领，看看跟他之间有没有默契。你先抵着是吧？苹果、羊羔。羊羔就是那个咩的那个是吗？小羊羔。还有一个是电视。苹果、羊羔、电视。觉得自己是苹果的举手。看我肯定是电视，你俩谁是苹果谁是羊羔？你是苹果，我是羊羔，我觉得。因为苹果很青涩嘛，就像你现在这样。哇，我青涩吗？我以为年龄更小嘛，很青涩的那种青葱岁月的感觉。你俩都不算小了。看没有，我们的说话就是这么一击即中，是吧？这是温柔中带了一把刀，是不是？好，既然他们已经有各自的想法了，我们张远为大家来公布答案，好不好？看看他们接不接受。好，我觉得逸轩呢其实是苹果，我是苹果，因为逸轩是什么？因为其实你俩也有一个共性，就我觉得其实你还挺会奶别人的，是不是？奶别人。是不是？你说给别人苹果吃的感觉吗？就是因为苹果是这样，苹果我是每天必须要吃一个，因为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远离你啊！但只要有他在，就像他这个团就不会有事儿。因为他当时看他节目的时候给我这种感觉，尤其是我俩参加过一个节目的时候，就我们俩在天天上，天天的时候，我们也在，我们还有一个团，然后他也非常就是照顾你。不是，也照顾我，就是哥哥弟弟，他当时算忙内吧，对，他当时最小的，反倒就是还奶着我们哥哥们，就是有舞蹈动作大家不会的，他就一个个教，非常耐心，所以就是在我心里他是一个苹果的一个苹果，温和不刺激，而且特别有营养。好，来，太会说话，对，高情商，按顺序吧。羊羔是谁？羊羔还没说，对，就是我觉得其实博远本来也有点就是苹果的意思，但是呢，在我现在更想就是让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羊羔，这种感觉，就希望他能够放松一点，做一个可爱的小羊羔就可以了。好的，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球迷队长啊，或者作为一个就是，看面人到底讲什么话？球迷什么球迷？你还球迷？我让唱歌，好恶心。因为就是知道博远很累很辛苦希望他能够跟哥哥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好做小羊羔。好嘞开开心心的，好嘞，可爱的，好嘞。那电视，我就希望在平行时空里。球迷。真的是因为球迷的原因吗？因为那个他爱看球嘛，他是个球迷。对你说的球迷不是球迷，球迷。你以为他在卖萌啊？他呢？你不知道他这个梗吗？我知道，对，上过。不需要知道，反正就是球迷。我知道他非常爱看球，而且还有就是每一年要安排自己去春晚这件事情，对不对？就希望他自己平行时空里作为一个电视，就不要再伤害自己。就是球迷，没有100%满意的球赛，只有100%满意的电视，所以叫百视 TV。哎呀，厉害了！但是我们可是不会给你版权费的。谢谢你为我们百视 TV 贡献了 slogan， 是不是？才华横溢，是不是才华溢出来的那种多。好，来，接下来逸轩，我觉得说3样东西，让他们各自认领。麦克风，篮球，游戏教练，篮球应该也是你的吧？应该吧？感觉你还挺全能的哈。但是关键是圆圆也很会打篮球，我也爱打。我跟他们俩都打过。苏总打篮球的时候可认真了。那就相当可以。非常认真。他打篮球都
跟我都能生气。对，开始打会急，对，不至于就是那个不至于说那个打人那种状态，就他在进攻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搞成了我要吃定你了，对，就那种感觉。必须要赢。那技术两位哥哥谁更高一点？你这不是找事儿吗？不是你自己说的，两个都打过吗？没有，我都打不过他们，所以我没法去评论他们的球技高不高，是不是？哎呀，这情商也太高了，不敢得罪啊。好，那自己认领一下好不好？苏锦会觉得自己是哪一个？篮球吧。篮球。那我就麦克风吧。麦克风，没得选了啊！弟弟没得选了，来，一轩公布一下。对的，现在就是全部都对，对，猜得很准。对，果然是跟大家之前就有过交集的，比较了解彼此。哦，毕竟很熟嘛，认识这么多年。跟博远，他游戏教练是因为他之前在那个另外一档节目我认识他的。哦。我看到他那个节目里面，然后他是那个游戏很厉害。不是，他是游戏很菜。哦。故意黑他在节目里面不是节目里面，他是第一次进到那个游戏画面里面，他完全之前没有接触过那个游戏。所以在平行另外一个宇宙里面，他应该是反过来的。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那我反过来啥意思？你不是反过来，你是麦克风，你是麦克风。这样的话，我成为了他，因为我知道我的声线唱歌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特别羡慕你的声线。所以你是麦克风的话，我唱歌的话可以把我的声线变得特别的好，变成你的声音。我变成你的声卡。什么回事？这个是这个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说我录歌的时候，你的麦克风能给我加 buff。哦，明白了，就是为你蓄力。好，我们来听一听博远的三样东西。我说三样东西的话，就是天使、天使、香水、香水、 fighter。你应该是天使啊，你穿那么白。我觉得他应该是 fighter 吧。为什么？我是说实话，我想过他是 fighter 的话，后面两个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能是天使哦。我觉得我应该是个 fighter。什么？怎么了？他身上都长了一朵花呢。昨天博远唱的歌就是特别的花，对不对？我觉得我其实跟三位有关的都是。我好像以前比赛唱过 fighter。我是香水。因为我特别喜欢收藏香水。那我知道你生日送你什么了。我家里有一堆别人送的香水，隐身的是我都不用。今年送给我，还自己直接下个电梯搬过来，搬到我家。所以张远就是天使了。对他们当时的那个团体出道的歌叫《降临》。对。博远好用心哦。果然是看着我们。有被感动到吗？他们那个降临完之后那个团体。对，就说一个人。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好，来。的话，行，就是确实那时候比赛那个歌给我印象很深刻。你要是你那个动作给我印象。香水舞，而且我们出道那个歌叫香水舞。对，就有一个舞蹈。都是自己离这个梦想很近时候的那个状态，那个瞬间。来，最后苏醒。问号、叹号、逗号。问号、叹号、逗号。这个有意思。我可能是个问号吧。问号？那我应该是个叹号吧？我是个逗号吧，因为我在你旁边。其实呢，还真的说的非常的准，是吗？啊，真的。其实你脑袋之前都没有想好。我也觉得，我也看出来了。随便我们任谁他都说哪个。来解释一下，说的非常的准。这句话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回答他的话，然后你们说什么答案，我就给你编出什么答案来。好，博远是逗号的原因是因为，对，逗号啊，前途无量嘛，才走到他现在的这个一半还不到，甚至未来怎么发展，这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篇章，咱们先逗号一下，对不对？很牵强，但是还是有掌声。我在这编的嘛。叹号怎么说？叹号，叹号啊，叹号。个子高嘛，首先这个形象是符合的。是。另外呢，你看从当年跟我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一起搞舞蹈工作室，那还开始跳舞，还最后去培训，突然一下变成 artist 艺人明星 star， 叹号蜕变。对。哇 ，OK。我以为是见到他以后，咋回事？你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差不多。那最后的问号呢？问号，这个太容易了，他自己一认，我觉得就特别好解释了。我身边的朋友。没有比张远更加纠结、充满疑问的。哎呀，怎么办？这个要怎么办？选这个还是选那个？去那个还是那边？还是啊？到底怎么办？他是选择纠结症，永远都是对自己面对的事情做不出选择，他就会疑问，他拿不定主意，老会这样，心中充满了疑问。原来你是个
Win 我是个 Win 号，号，还是2个？现在 Win 号 Win，哎，怎么办？你傻了？典范很困难吗？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既然我们张远不能够自己做决定，那今天呢，我们就让你做一个决定，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夏日限定的舞台，所以为大家准备了夏日特饮，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特调师，有请我们的特调师啊，欢迎特调师，很帅，是帅。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我们的每日鲜语的一个特调，所以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特调师来为大家量身定制，所以4位可以分别提一下你想要喝的夏日饮品，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在里面？我希望我喝完之后就是一喝，有问号出现的。我希望我的喝完以后是哇哦，那个好不好？我希望我喝完以后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没有还没喝够的感觉。好，可以。苏晴，我希望我喝完以后跟没喝一样。你给我倒点水也行，其实。什么鬼？特调师不好意思哦，我也不知道这4位原住民歌手对不起，会是这个样子的。特调师告辞。对各位，在我们的幕后空间当中，这4位是这个样子的。来到我们的平行舞台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表演会不会也让我们为他们打一个问号，还是会觉得哇。一上舞台，简直变了一个人，就打出我们的感叹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再一次告诉各位，如果你成为会员的话，你不仅可以解锁我们的幕后空间，还能解锁我们的近景空间。完全不看我们舞台的舞美，只关注这位原住民歌手的近景和特写。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不一样的空间当中，给到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啊！那当然，稍后还是会给大家来继续带到各位的抽奖环节。因为其实博远跟逸轩是要先来做表演，所以各位你们可以把每日鲜语给我打在公屏上了，好不好？放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我们先来给大家把之前漏掉的这个抽奖的名额补充给大家，好吗？来刷起来喽！他们有在参与吗？有，好，我先抽一个，好不好？来，我们要恭喜这一位博远的无袖毛衣。好的，博远的无袖毛衣，你喜欢穿无袖毛衣好不好？我没有一想硬穿在我身上，可能。老师生怕他们不打了，我先解一个，生怕他们继续哈哈哈。然后每日鲜语啊，各位打起来啊！那我们让周逸轩也来解一个，好不好？好，来，各位打起来哦！打起来了吗？打了吗？OK， 1、2、3，咔！来，恭喜我们的汤博远最爱舞台。好嘞，谢谢。好，恭喜2位，恭喜2位。第一回在直播里听主持人说各位打起来啊！好，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各位，请把字幕打起来哦，字幕打起来哦！再一次提醒各位哦，我们8点我们的平行舞台将正式在我们的主舞台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主舞台上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那时间其实也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可以让Into One 的博远和周逸轩先去做准备。好，是会有这个变装的环节吗？变装吗？变脸？会变装吗？会不会换一个造型？会不会呢？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期待一下啊！2位先去做准备，好吗？先去做准备，谢谢。加油 ，See you later。OK， 我们现在去热个场。你们要不要先把特调喝？我们特调可以回来再，回来再喝，回来慢慢看你们演出，然后我们再喝。好，我们先去热个场。拜拜。好，那拜拜，加油哦，加油哦。那爱到最后 Hello， 欢迎2位。来，有请2位啊，给大家准备了特饮，大家可以尝一尝。谢谢。来啦！热完场了。Brother， 那你还是你去年还在车里放给我听的。对。还是唱了哈。很棒。自己的故事。大家都有故事，只有我有事故。没有，主要是苏醒给这个张远布置了任务，要他跟他一起合唱《秋天》这首歌，好不好？拿个麦。往事回首，你的笑容带不走我心中那一丝哀愁，在每年秋天这个时候，爱到最后，沉默消失前最眷恋的理由，安静的节奏，风轻声动听，却忧伤依旧。天哪，怎么办？我们幕后空间的点击量比他的主舞台还高。那你是这样的，两个是这样的。张远跟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比原唱还要你。我开玩笑，我开玩笑。放出去以后放的是苏总的画面，然后你在唱，你的声音出去了。
果然成为了某人的麦克风。你看看。哦，好，去准备你是真的要走了，好的不要这样，好不好？加油加油！嗨，你的歌我也跟你一起你唱。的嘉宾我们在后台待会儿跟，我一起唱啊！好，我们会把人气都吸引到我们。加油加油！期待你回来，期待你回来，拜拜。你知道他当时住进去以后，我第一次去他家，然后汉语也在他家，OK，汉语也在他家，然后进门以后第一个条件就进他家，第一个条件就是把嘉宾唱一遍。怎么歌词唱错了不让进吗？对，这歌词唱错了，那个音不准，学张远学的不像的，都不给进。哎呀，人家是按门铃，他是来客人自己唱门铃。来，我们先喝一口，先喝一口啊。好。我想嚼个柠檬。好喝的每日鲜鱼为大家准备的。哎，其实刚刚看到这个逸轩在台上，一首是比较慢的歌，对不对？一首是 rap， 对，怎么没有选择唱跳的呢？因为其实，在那段时间有看你的个人的账号上有教一些舞蹈，是，而且是女生的舞蹈哦。可是我和他们家瑶瑶一起。就19年之后节目都是说唱，他给我感觉说唱出现的状况不是状况，对作品比较多。对，就是我是觉得重心的问题吧，就不是说我不能跳，只是说我想把重心更多放到音乐上面，音乐属性上面，对，然后这种那个唱跳这种那个有难度的东西，还交给年轻人去做吧。啊，他好像也就你刚装个嫩嘛，是不是在这儿？好的，我是弟弟。哎，但其实我还挺好奇的，逸轩在那一段时期，其实有坚持天天直播，然后教大家跳这些舞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收获吗？我觉得有好多，其实大家真的是。你说那个辛辛苦苦工作一天，但是真的没有时间说下班再去报个班去上课。很多是真的是，就是还要带孩子，就宝妈那种的。他们会就是把宝宝先把作业弄好了，然后再来看我们直播。或者说他一边陪着宝宝做作业，真的在那边看我们直播，然后发弹幕，然后还要学舞蹈、交作业的那种，就真的很努力。就是能感受到大家对于热情。对，大家非常有热情。你也会比较有成就感一点。对，就是一种感觉吧，就是之前是让大家欣赏舞台，现在是帮大家一起去圆自己一个艺术的梦想吧。在家也要闪闪发光那种感觉。对，在家营业嘛，努力工作，因为毕竟封在那3个月。对，我20年的时候，那时候情况比较严重了，我也去当了声乐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小伙伴都是在家也不愿意，就是开始自己内卷，在家也要学声乐的线上，都是会觉得说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就跟苏醒这首歌一样，梦想有梦想，其实不管是在哪里都要去实现它。是的，其实我跟博远还有一次不同空间的一个相遇，你们记不记得以前你们有一个音乐剧？龙那个是好早年，你们的那个是我主持的。发布会吗？那个可能是当时的师哥们，我不在。你不在。那个时候那有一年的风云榜你应该在。人很多的那个。还有超多的那次在。对，也是不同时空的相遇。相对于现在的我的工作，那个时候的我也是平行时空了。2个团体了。都各自在努力着哈。对的。哎，今天其实博远跟昨天的表演不一样哦。昨天很安静的唱了2首想要治愈大家的歌，结果后来我自己看回放，自己还没治愈到别人呢，自己紧张的要死。你觉得自己是紧张的吗？超级那个脸都紧张到就皱成一起。但是大家其实昨天我们在后台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你还蛮撑得起那个场子的。姚晨说今年中秋晚会没你我不看。对，你那个发我那个范儿，对，大家都觉得很正，很阳光。音乐总监说唱歌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打开，你就放开唱，你就别紧张。我说好。然后光放了，对，自己回去看回放会不好意思啊？会，他们在旁边点开，我说你要不拿耳机看？没有，你知道刚才你在上面唱的时候，我还在下面学你跳舞呢，跟那个开头那个噔噔，我在监视器前面学那个。咱们前面在聊天的时候帮了我很大，就是让我放松了特别大，真的。没事，因为是这样，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环境，然后一些陌生人，可能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对，都会有那个过程。而且昨天因为是第一天来嘛，这边舞台啊什么都是第一次接触，虽然彩排过，但是跟直播还是
还是会有一些需要那个上台的紧张感，而对吧？且就是我现在人还在以团体的形式活动，个人活动其实这是在团的第一次，所以很紧张。对，非常紧张。哎，那我们最好的舞台也还蛮特别的，见证了你在团的个人 solo 舞台。就希望后面再多几集，多点我们都可以。对，好，我们需要舞台，我们需要。我也想看啊。我们需要舞台。咱们苏老师还是宝刀未老，风采如当年，是不是？宝刀未老，他应该接受这个说法。不要让他听到。他不是，他真的没有变。他跟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他那个在工作室的时候就那个样子完全没有变化。除了稍稍有一点点发福之外，只有一点点。我小时候投票的时候脸是那样的，现在稍微有一点。不是，你差的那个时间有点大。我认识苏总的时候，他比现在还要发福。哦，那你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发，对，现在已经回来了。那你没有见证他的颜值巅峰。我作为老人家告诉你，远哥来了，这是远哥了，是吧？感谢你特别爱情，来见证大合唱时间到了，抢流量的时间到了啊！说谎哦，说谎。哎，他要先唱这个吗？他先唱那首压轴啊。对。哦，嘉宾压轴。可能是等苏醒回来一起。当时就是因为他唱了这个歌，我才开始练这个歌的。哦，真的啊？原来他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他俩比赛的歌我都记得，基本上。是真的。是真的看，那时候每周5守在电视机前看。所以这些前辈歌手其实也是有默默影响到的。有，包括他们也是，他们是你们14年嘛，我是16年开始训练的。我在公司里学的舞，这个我学过，真的学过。我后来碰到文翰之后，给他跳来了，然后他不理我。真的吗？那我今天就很想你们两个可不可以来一个八拍？我有点忘了，稍微就叫 I'm falling in love， 这是吧？对。这个我记得，哎，这真的也是平行时空的感觉。对，是，所以我昨天彩排的时候，我说我看3位就像在看电视机前的人，电视机里的人。哎，这也很励志，因为看到他们歌唱的这么好，舞跳的这么好，自己发愤图强，然后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你当时就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你就想我也那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看的远哥跟苏总，然后我去了工作室，然后那个。我老板是苏总，然后在那边也见到远哥了，就也是那种跨越电视进去的感觉。对，而且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道，我只是在那个当舞蹈老师。当舞蹈老师，对，哇，都好励志哦。所以不管你有任何的梦想，去努力为梦想够一够，说不定就成了。对，咱们这个节目概念蛮好的，很会请人，真的抓来的都是一聊起来还真是各个，而且大家都在不同的那个。平行时空有遇到过，我还在电影节的红毯上有介绍过你，对，我采访过你，你记得不？那电影叫啥？当时他是以演员的身份。是的，团体还在活动。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说唱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啊，是真的，大家都在不同的。昨天的所有来的嘉宾跟那个佳姐也是都在不同的时空有遇到，对，太神奇了，是平行时空。他那时候很爱唱张信哲老师的歌，白月光。你知道那个吗？就是有一天我们约着说去那个汉语也在我们小区，高汉语啊，对，然后说我们住一个小区，然后说去他家那个看球赛吧，晚上说一起聚一下看球赛，好久没见了。然后去了远哥家看球赛，我们3个坐那儿，然后等着球赛，球赛是凌晨2点。开始啊，你们跨时区看那种。我们晚上到他家，然后还准备开始聊，先进门先得唱一遍嘉宾，不知道谁定的规矩。他自己定的啊，因为是他家嘛。然后他家没有门铃，是要隔着门，是在其实有点像就是那个有点像感谢你特别柔情，来见证你的爱情。他还有邻居。好，你们要一起带来合作舞台了，所以你们可以一起去换衣服。OK， 我们要准备了，好，期待要加油哦！怎么办？好快，嘉宾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了，好快，说好的大合唱呢？好，期待你们等一下全部完成表演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这边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去吧。等会儿见。等会儿见。然后粉丝们都有说，如果热的话，可以把外套脱了。这是什么要求？很关心你们，很关心你们啊。好，台内容你也可以一起来解锁，所以成为会员会有特别多的福利。再一次欢迎各位，有请。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嗯，这一次回来就特别轻松了吧？是的，是的，都唱完了。两位弟弟先回到了我们的幕后空间啊，来欢迎两位哥哥，欢迎。这是什么回来的方式？怎么了？就是感觉自己忘了4句词儿，不是以4个字儿的1句词儿，有点心虚。他是远哥下来第一句话，来还原一下刚才下来的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啊，我终于破音了，我好开心啊！真的是，你们刚刚听到了吗？我们没有听出来呢。大家都说舞台很棒。不是破音，我替张远说一句话，那属于卡奶，就真的是为了喝我们这个鲜牛奶。每日鲜语，每日鲜鱼奶，每日鲜语，他上场前喝多了，他最后一个上喝多了2口，然后到他那一句的时候突然卡住了，属于卡奶。打奶嗝，很真实，说明真唱啊。真的呀，对，我何止我卡奶卡完之后立马又破了一个音。哦，是故意的对吗？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的现场 live 的版本，独一无二，与众不同。是的，是有此意的，是有此意，是不是精心设计？对不对？对，卡奶，就是情绪投入太多了，就会有哽咽的那种感觉。哎，两位弟弟先说一下跟两位哥哥合作的感受好不好？今天完成了这个舞台。我的那个第一次站在台上唱歌，盯着苏总。你别闹了，不是刚才真的最后那句，因为是我们所有人合唱，但是那个开头是苏总起那个开头，对，就最后就要反复一句，对，你盯着我，你的内心真实的想法是，鑫哥不会忘了吧？鑫哥不会忘了吧？特别怕我忘了那句。没有，因为我们都要，因为最后那个他拍的是那个散拍，所以我们要看你的嘴。为你梦遗。哦，还在呢，又要打嗝了，还没走。我们这唱的好投入的，我感觉我要漾出来，刚才真假？真的有点。最后那一趴在昨天踩的时候，跟苏老师说，你就看前面，他们在看你说好。结果我一唱的时候，啊，苏老师，看我们两边，没有两边都在看我，我感觉到了，所以我就转一下，其实还好，拍子卡上了，拍子卡。哎，所以要给你们4个人的首次同台的这个表演打个分的话，会打几分？就希望不要有下次了。没有必要。这个舞台就是说散就散，是不是？没有必要。其实还行啊，我们4个唱的还行，我觉得。我们横店 F4就这么散了。一日限定啊，一晚限定。作为山菜的我，还想融入你们，就已经散了。我要跟大家道个歉啊，我作为年纪最长的哥哥，我们4个合唱那一首歌里面，我的第一句 solo 我有4个字，好像有点忘记了，不是很准确。然后我自己的那个 dream 我都唱了真的上100次了，还是有那个大概那么一小句给就是节奏没对上忘词了，我还是觉得心里有点那个。但我觉得下次希望更好。不管就是出道多久，对舞台每次紧张是好事儿。对，我也觉得。不可能一点都是放松到一点都不紧张。对，不能老待在自己舒适区里。对，上台紧张绝对是好事儿。但是对于我们百视 TV 的会员来说就很值，因为可能他们在其他的视频网站上都可以看到你们完整的、完美的，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表演，而只有成为我们的会员才可以看到独家不一样。在其他平台也不是特别完美。这个让我有点下不来台。真是太讨厌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太讨厌了。其他万年拆台，不仅卷歌手，还卷主持人，快说。其他平台主要还后期了。对呀，人家还是录播，可以修一下。但敢来嘛，很 real。哎，真正能来最好的舞台，敢来我们这个 best stage， 对，然后来百视 TV 的歌手，那才是真正有实力的歌手。是 real best。我都敢卡奶啊，是不是？来，那既然来到了我们最好的舞台，跟我们说说来这一次的收获是什么，好吗？好，先从博远开始吧，因为来了2场了。昨天收获了5位好朋友，今天收获了3位好哥哥。哇，也是蛮敷衍的收获。是真的呀，是真的，是，而且大家其实平常，在北京，但是我以前在上海住的比较久，然后成团后才住北京。其实在北京，就是认识的朋友几乎没有，很少。对，所以如果认识几位哥哥以后，我可以有朋友去找他们玩。但是刚刚逸轩已经说了，去张远家看球一定要会唱嘉宾。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以后必须要喝一下每日鲜鱼，卡个奶才能。我记一下那个点。记住了啊！来，逸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因为都是熟人嘛，像远哥啊，然后鑫哥啊，然后博远。也是那个最近这个，因为另外一档综艺我认识他，然后就是好朋友相聚吧。在这个不同的城市里面，因为最近吧，这3位都很忙，
特别这2位，我已经很久没见这2位了。你别闹了，我们不忙的时候你也不找我们。没有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不是约球嘛？偶遇。对，也见过。但是可以岔开，以后可以就是关系更好了，可以多聚聚，对不对？一起探讨一下音乐。来，信哥有什么收获？我还是想有机会可以继续来，我挺开心的，因为其实相较于演员来说，我觉得他这些年在。就是音乐，就是具体到这个现场演出上，其实更上心，也更多的机会。无论是一些打歌的节目啊，现场的演唱，包括自己的那个音乐会。我呢，就是也就是这几个月，更多的有一些节目来看有没有机会去唱。其实我是想多唱的。刚才其实我虽然有一些小的忘词啊，但我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愉快跟释放。我觉得在舞台上我还是挺舒服的，说实话。刚刚也是挺享受舞台，挺 enjoy 的，挺开心的啊。像秋天啊，像 Dream。就是有一种自己觉得 OK， 我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是 hold 得住的，我属于这里，所以呢，就算是有点小忘词，但是我给自己今天觉得也是 OK 的。反正，但是呢，就是歌手是要多唱，边唱边练，你才能越来越好。对于你的唱歌的舞台的掌控啊，你的技巧呀，包括气息啊，你自我的身体的管理，很多方面啊，就是我还是希望下次去他的在西安，在我家乡开的线下的音乐会的时候啊，我可以就是。再多一次，跟演员同台，这个过渡非常自然且宣传了一把，而且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敲完这个章了，签完合同了，才能说出来。我跟张远的感情又在我家乡。那天万一有一场大的商演的活，我可能不去了。我刚刚想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话版本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你8月21号来不来？看那天有没有赚钱的活儿。肯定啊，咱们这把年纪了，咱们 real 一点，有赚钱的活儿，我怎么可能去你的演唱会？什么情况？哎呀，肯定要赚钱，太 real 了，太 real 了。这个就是兄弟之间的开玩笑。什么兄弟情？当然音乐梦想。对，但是为了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他们还是愿意合体共同带来好的歌曲，对吧？来，张远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我跟你说。首先，每日鲜芋奶真的好喝，因为昨天就是我们百视 TV 的这个官博嘛，然后就是发了我几张就是我彩排的照片，我那一下就被击中了，因为就看到舞台上的我吧，就我自己，因为最近可能是我们团综播了以后，就迷失了自己，就是膨胀了，脑干缺失，觉得自己不太聪明，在那个节目里面是吧？给你点面子。然后看到那个舞台上，我立马就把图存下来，我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还是好这口。对，就是真正的爱的舞台，其实是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对，而且就是我们老说，就是大家就现在很多的，尤其我们唱歌比赛之后的，就是孩子们、学员们什么的，成为了艺人，我们都说内娱缺舞台是，然后最好的舞台其实就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对的，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人都可以来，就是在打我们的歌。然后我就是从昨天彩排到今天，就是在舞台上，虽然我卡了奶，但是就那一下我真的就是唱得很爽，就觉得幸福，就觉得哇，听到那个耳返里你自己的声音，听到那个伴奏回馈，然后就是舞台灯光。我其实看的都不是投入，真的是看的是哇，这舞美真不错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感觉，就不管多久之后，然后就像博源讲的，我们依然还是会紧张，还是会对舞台保持敬畏，所以就是说是没有音乐梦想，怎么可能啊？对，一直都有这个梦想。现在只是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真实的说出自己对于这个舞台的。对，他没有音乐梦想，能写200多首吗？是不是？一首都没火，但是不重要。最近接连的被人提起来，而且是5年前的才华，到现在破亿呀，依旧被认可。给点时间，我说不定今年或者明年，再不了后年能写一首火的歌呢。咱们是不是还只要继续唱歌？有机会，对，不要放弃，对，一定有，好不好？我就不信他60之前红不了一首歌。这个 range 怎么拉的这么广了？60以后红不了这首歌的话，他这个事件会变成一个红的事件。哎，没错，是不是？坚持唱到坚持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嘛。是，没关系，百视 TV 的所有的原住民们会给你们加油的，好不好？来，今天我们的每日鲜语也为大家准备了最后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要为最后的3位我们的原住民来抽出我们的惊喜福利了啊！同样，每日鲜语，请把它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啊！你们都说很想要舞台，那我们也打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百视 TV 出品的，然后在东方卫视会有播出的闪电咖啡馆，欢迎各位来打歌，好不好？有新歌啊，破亿这种5年前的歌，这你不太好打，咱这不是我有些歌词经常得删减。可以为我们就是咖啡馆制定
特别的歌，好不好？那咱这费用另计嘛。谈钱就伤感情了，哥哥。那他可能来你们咖啡馆就不是破亿，是破费。Only money。不要这样，好不好啊？来，我们现在最后的时间要给到大家来抽取我们最终的福利喽。OK， 他们有参与吗？他们有参与，有啊，这样好不好？大多都是你。两位前辈，哎，我也看看弹幕。哥哥一起喊停，两位弟弟一起喊停，好不好？来，3，先从两位哥哥开始。来，3、2、1，停。好，我们恭喜数码宝贝，恭喜你获得我们每日鲜语所提供的鲜奶。听上去挺可爱的这个名字，但是一看就是有年代，就是数码宝贝。所以应该是你们的粉丝呀，有年代嘛，对不对？我也炸一刀。来，两位弟弟。好，3、2、1，停。好，恭喜我们的哈哈哈博远，博望远镜。博望远镜，这个就差一个哈嘛。好，来最后一位呢？最后一位我为大家来抽取，好不好？来，3、2、1，恭喜我们的红莲骑士，恭喜骑士，那最后呢，因为大家好不容易相聚在我们的最好舞台，有没有最新的动态？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你们的，或者想要和你们的歌迷朋友说的话嘛，一人一句，好不好？这个其实唱歌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没有必要非要宣传。7月28号啊，OK， 我的最新单曲有一首比较小众的，叫做《Love Beyond the Sea》。Love Beyond the Sea， 非要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海那端的爱啊，乱七八糟，我忘了。我自己的原创，但是因为我写了很多年了。能来两句吗？能来两句吗？不，他新歌嘛，那个旋律他会觉得比较喜欢，但是大家不一定。我都你自己都直接自己说这是首比较小众的歌，一定不会火，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把我所有10几年前写的 demo 全都现在要重新一下。对，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对，包括上面那个现在听的时候，对，那情淡了，梦散了，还有。等潮退了，泪干了，才有那张开了。又是一首不会红的歌。他，我跟你说，他写歌就是那种，我就要跟别人写不一样，所以每一首都很难唱。没关系啊，但是确实好听，好听。而且你想想，破亿5年之后红的，没关系，这首歌5年之后会红的呀。这歌5年之后也不行，也不行吗？这么前卫。总之呢，就是因为既然有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嘛。7月28号应该也是在某平台，然后呢，可能是0点或者上午10点，我会在我的微博再通知各位的啊。马上了，今天已经23号了，5天之后，一首新歌叫做《Love Beyond the Sea》，海那端的爱会上线，比较小众，但是希望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去支持一下，感谢。哇，一定会支持，一定会支持。张远最近有什么样的？我的话，明天跟大后天都在广州有巡演，对，然后票已经卖完了，反正就是嘚瑟的哟，不紧张，也不用宣传，反正就但是有一个确实要宣传一下，就是后天会上线一首新歌。我会上线一首新歌，抢在你前面几天。我大概知道是啥，你知道呀？是那个的那个。Yeah, exactly。就是新歌的知识点啊。你俩说的完全对，说的完全等于没说啊。那个的啊，大家那个的。你们有暗语在群里聊天。你看我们这么默契啊，结果待会儿一出门，我俩一对，是那个吧？不是。所以是27号吗？后天？对，25号。25号。比他还要更早。而且他是在他那个线下 live。首唱对，现在明天 live 首唱，然后当天夜里12点就上线，所以就是可能非常惊喜啊，肯定会很惊喜的。对，是唱完回去大家，而且我相信各大榜单一样会攀升的很快，不一定。哇哦！你看你们俩的祝福，一个就是说他的歌不会火，一个就是攀升。看到了真爱了吗？看到了。2位哥哥的行程大家已经知道，2位弟弟大概会。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可以关注你们？应该也不重要了吧？今天的节目到此。来，先问一先好不好？我现在在那个，因为手机上也好多 demo， 然后我想把它这段时间，因为之前在上海封了也有一段时间嘛，然后就做了一些整理，把这几年写的那些 demo 都重新再听一遍，然后再就给它重新很多地方觉得自己当时写的挺幼稚的，然后给它改。原来你知道了。没有，我也经常这样，是不是？你当时觉得好傻，这句话写的什么玩意儿？翻掉。对，然后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你其实不知不觉中，你过了一段时间看之前的作品，发现自己提升了。
然后这段时间我想把它整个修改一下，然后希望说能够发出来让大家听一下。是，也是在做着准备，等到有好的时机。欧元，好，我的话7月27号也在你前面。哇，你们都咬得好紧啊！好卷啊，大家！那我回去赶紧把我 demo 赶紧，你今天晚上就立马把 demo 写出今天晚来。上就发。刚改完，直接明天早上飞北京录。25、27、28，你还在说我把我以前的歌再整理整理，谁找你整理26啊，快点吧！只有一个空档26了啊！来，OK，来，欧元， 27怎么着？ 27有自己的一个单曲，也是在这个平台上线。然后呢，还有下个月有另外一首，以前我不是喜欢录翻唱的那一世嘛，然后呢，其中有一首有幸被隔壁的平台说让我有机会让我翻唱完整版，在下个月呢会作为音源上线。对，然后30号有一个音乐节在大连，如果有点多啊。对，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来现场听我唱歌。好，他说差不多了，是这么多工作，很厉害。对的，所以要把掌声再一次送给四位，谢谢四位带来的精彩表演。那也希望大家赶紧成为我们百视 TV 的会员，能够解锁我们百视 TV 为大家带来的更多、更精彩的、更丰富的各种各样的好节目。那今天就是这样喽，跟大家 say 拜拜喽，拜拜，拜拜。